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子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焦头，透过王嘉尔这款发型来创造出焦头的样貌。想要知道这款发型怎么创造，那我们就开始喽。说到王嘉尔这款发型啊，基本上整理的方法有非常多种，但我们今天会用焦头的方法来整理。那什么是焦头呢？千万不要以为焦头这个字就一定要用发胶来整理这个发型啊，其实是错的。这也是非常多的人在整理焦头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迷思，就是不要只有用发胶来整理焦头。为什么？因为发胶相对来说比较重，那相对来说，如果你剪的层次感没有那么多，你知道像王嘉尔这一款 undercut 发型，上面的层次真的不能太高，因为如果太高了，上面就是短短的，像我这样子感觉，你抹完发胶之后空洞感会很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可以使用其他的产品来去创造出来，就像我今天使用的这款空气丰盈慕斯。这款慕斯基本上呢，它很轻，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剪完王嘉尔这款发型之后呢，我们会让上面先吹一点蓬松度，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用慕斯把它抓出我们想要的线条感。因为慕斯够轻，等一下我们就会操作示范这一款空气丰盈慕斯，真的超级轻的。OK，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赶快来剪我们今天的王嘉尔这一款 undercut 咯。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操作环节。那各位已经发现到，我们已经分了一个圆形的分区了。那既然是王嘉尔的 undercut， 我们就要把上跟下先分出来。先分出来之后，我们先针对下面的部分进行做推剪。那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发型，因为它比较柔和，它不是传统的 undercut， 就是没有落差这么大，所以呢，我们这边还是会保留一定的厚度。那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一般人在做 undercut 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把它整个猫进去，就不好看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会在这个地方先设定出我们要设定的一个重量线，然后直接把它接顺。那这样接顺的话，就可以保持住上面这个重量线的厚度。好的，我们在设定重量线的时候，像这样子，你可以把头发稍微撑起来，然后先剪下去。先设定一个，等一下你在推的时候会推到的位置，对，像这样撑起来，我们就大致上剪一圈。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步骤，它可以让你等一下在做推剪的时候省去非常多的麻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两边的长度 ，OK， 都差不多。那我们可以先将这个底部这个地方的长度先设定好，包含到前面，因为现在都比较流行边缘比较干净的，我们可以先把它设定好，先把这个轮廓都先设定好。那这边我想要比较短一点点，我这边就可以剪得比较短。然后剪得比较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稍微来接一下侧边到后面的长度。好，我们这个剪完底部之后呢，难免都会有一点点就是电剪衔接的痕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之前所讲过的 freehand 去稍微磨一下。因为这个头发比较粗硬，所以当你在 freehand 在磨的时候，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容易磨出比较柔和的效果。越粗硬的头发越适合用 freehand。好，各位就可以看到，就是你用 freehand 磨过之后就会顺非常多。然后这样的效果，就算头发往上抓，这个地方都是顺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款发型就是王嘉尔这个发型的刘海是相对重要的，所以我会先分出一个方形的刘海，然后我们先去设定刘海的长度，那角度不要太高，然后我们就先设定一个刘海的长度，然后我们会用这个长度呢，慢慢的稍微做一些提升，稍微先去定一下侧边的。一直到后面的长度 ，OK， 好，我们都用点剪，慢慢梳到后面。我们先从刘海开始定，从后面到侧边的这个长度，对，我们就顺着头型就可以了。慢慢的，那大家记得哦，我们在做旁边长度设定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分边分出来哦，千万不要
就是分一个中分，然后连接完之后一分旁分，就发现尴尬了。为什么？因为它就长度就是完全就是对称的。那但是我们要分的是一个旁分的一个分边嘛，对吧？就会出问题了。那设定完长度之后跟刘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设定我们顶部区的层次了。那我们这顶部区的层次呢，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因为我们这个等一下是要往旁边梳的，所以呢，我们的层次呢就按照垂直分区拿到侧边来，稍微点成一个圆弧状。记得不要往上拉太高角度，因为你往上拉上面就会短掉，上面一旦短掉就尴尬了，好不好？那我们上面是要保留长度的，所以我们就往侧边拉，给它一个点剪。那因为我们前面的刘海比较长，所以请麻烦都往后带，一直到这边都是往后带的。那我们等一下会先进行做吹风，那记得旁边等一下我们就往下吹，然后等一下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运用9排梳，我们就让它往后吹，然后我们吹出一个顶部这个地方比较蓬的一个效果。那大家注意，就是我们一般在做这个胶头，我们俗称胶头的发型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会稍微给它吹一点弯度，因为让等一下我们在抹发胶的时候，让它有一个蓬度。OK， 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吹风喽。好的，那在吹风之前呢，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男生在吹风之前一定要先抹个打底。那我们今天抹的打底呢，叫做空气丰盈慕斯，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在做造型的时候表现线条感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造型产品，但它也可以在施发的时候用。那它有什么特色呢？各位也看一下，它的慕斯超级轻，好不好？它只要抹一点点，针对你要把它吹蓬的位置，先湿的时候先抹过一次，抹完之后你再吹就比较容易蓬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在吹这种顶要蓬松的发型呢，你就可以稍微用9排梳，稍微让它向前。OK， 好，这个地方它才会蓬。好的，我们吹风完之后，大家应该就发现到了，这样子就非常接近王嘉尔那一款的发型了，就所谓的胶头。那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尽可能让它吹的不要太蓬，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遮住侧头点的，所以这种发型就是上面有蓬度，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是厚的。啊，你会发现其实有抹慕斯之后，你吹出来就特别的松。所以其实男生可以先在湿的时候先抹慕斯，然后再做吹风。好，现在这个发型在做修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个周围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其他的地方已经都修好了，所以我会用滑剪刀稍微做一下衔接，稍微的在上下去做一个衔接。好，那我们经过吹整完呢，你就会发现上面这个地方是有蓬度的，那下面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让它有一点点的弯度向内。那这就是那种我觉得王嘉尔这种发型的一个重点啦。那记得你可以把一些长边的放在这个短边这个地方，它就可以稍微压一下，也是蛮好看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用这个空气丰盈慕斯。那记得使用慕斯之前稍微摇一下，然后倒过来。OK。我觉得男生的胶头啊，不要用发胶比较好，因为你用慕斯，对不对？好，你可以用手稍微抓一下，好，那慕斯它一样是有这种湿亮的这种线条感，然后你不要把这个怎么讲，就是胶啊枕头这样抹上去，反倒我觉得没那么好看。那你可以发现，像这种用这种胶的湿亮度，其实跟发胶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轻盈度就会比较轻了，因为如果你用发胶的话，相对来说你这个上面的就会比较重了。OK， 那最后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这一块。那你不要问我说搓眼睛会不会怎么样，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发型就是要搓眼睛，好不好？最近很多男艺人都是搓眼睛的发型。OK， 你就会发现 ，OK 就蛮帅的。那你就会发现像这种慕斯抓完的这种线条感就很亮。再补一些定型喷雾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完美定型物稍微做一下固定。
OK， 那这个完美定型我自己觉得，因为它的雾状散得非常开，然后而且很亮，所以基本上配合像这样的一个发型，你需要湿亮感，但是你又不希望太硬的话，而且太重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样的，而且还没有白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重点。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发型啦，那我们就换个地方做收尾喽。好的，我相信大家刚刚看完了王嘉尔这一款胶头之后呢，就发现了其实用慕斯整理是最简单的，所以不要想说每天想说我们是不是用发胶，虽然它叫做胶头，好不好？那其实我真的发现有非常多男士的发型用慕斯是比用发胶来得更好的，为什么？除非你今天想要抹的是那种很硬然后很贴的感觉，可能慕斯可能没有那么够力。但如果你今天想要抹的是那种比较松的线条感，用发蜡、发胶都太重的时候，慕斯就是你很好的选择哦，好不好？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一款 Rika 的空气丰盈慕斯的话，就可以用下方的资讯栏去找他们当区域的业务哦。好了，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节目啦。这里是科学减法实验室，我是魏子渊，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